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最近有在做交易或者关注大宗商品、能源板块的朋友，是不是觉得最近的市场有一点神秘，甚至有点诡异？明明中东那边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4个月，霍尔木兹海峡也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按理说，全球原油应该要供不应求，油价准备疯狂飙升，冲破天际才对。但结果呢？布兰特原油期货居然奇迹般的在每桶100美元附近卡住了。最夸张的是，代表实体现货供需最真实温度的即期布兰特原油溢价，居然从4月初高达36美元的历史天价，直接一路血崩到了只剩下2美元。这到底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还是多头大逃杀的开始？今天摩根大通发布的原油市场报告，直接用冷冰冰的数据帮我们亮出了一张超级震撼的底牌。原来多头天天热炒的10亿桶结构性缺口，很可能只是个统计假象，而 OPEC 加刚刚达成的减产新协议，更是暗中埋下了一颗准备释放产能的震撼弹。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看清这场全球最聪明的钱到底在玩什么样的原油大重组游戏。首先，我们就先来聊聊这场让全华尔街多头目瞪口呆的现货溢价大血崩到底是什么概念。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随着冲突进入第4个月，原油市场出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发展，那就是价格变得异常冷静。布兰特原油期货近期一直稳定在每桶100美元附近，而即期布兰特原油，也就是用来衡量实体现货立即交割火热程度的指标，它的溢价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退潮。在4月初，因为买家疯狂抢购现货，这个溢价曾被推高到36美元的历史极值，但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大幅回落到了大约2美元，基本重新回到了地缘冲突爆发前的正常水平。与此同时，精炼成品油价格也从高点震荡回落，整个原油与成品油市场的波动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这项数据直接证实了一件事，实体买家最恐慌的断供潮并没有发生，市场的非理性的原溢价正在被无情的击干。那么为什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逆风下，市场却没有出现多头预期的10亿桶结构性大缺口呢？这就涉及到摩根大通在报告中帮我们深度拆解的库存与产量位移内幕了。摩根大通指出，所谓的全球庞大缺口其实是严重的数据误判，这背后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巴西和盖亚纳等非 OPEC 加产油国在每桶100美元高价刺激下产量大爆发，完美抵消了减产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水上库存与在岸库存的结构性位移，海峡关闭逼得油轮绕到非洲好望角，拉长了物流周期，导致大量原油沉淀在运输途中，这只是流动性延迟而非资源消逝。一旦地缘风险缓和，这些海上隐性库存就会迅速释放，这也是现货溢价大雪崩的底层密码。在戳破10亿桶缺口假象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刚结束的 OPEC 加部长级会议。这场会议给多头敲响了警钟。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详细剖析 OPEC 加这一次抛出的决议，表面上看非常强硬，他们宣布将每天366万桶的集体减产协议延长到了2027年底，听起来超鹰派对吧？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他们实质公布的退出计划，就会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熊市惊喜。OPEC 加决策层明确表示，他们计划从2026年10月开始，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逐步退出每天高达220万桶的自愿减产。这项政策设计非常精妙，但也极具杀伤力。它等于是告诉全球投资者， OPEC 加已经不想再无限制的为维护高油价而牺牲自己的市场份额了。随着今年第4季度逐步退出减产的启动，海量的原油供给即将在2027年重新涌入市场。摩根大通分析指出，这项供给的回流直接锁定了未来几年原油价格的天花板，彻底粉碎了多头关于油价将永远维持在3位数的非理性幻想。那么在即将到来的第3季度和第4季度，摩根大通的定量模型到底是如何给原油进行定价的呢？这就涉及到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时间的不对称情境推演了。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在他们的基准预测模型下，依然假定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2026年6月份顺利重开。在海峡重开的假设下，
布兰特原油在今年下半年的均价将会稳稳维持在每桶100美元附近，只有在12月份才会因为季节性淡季而小幅跌破3位数。然而，如果海峡在6月之后依然保持关闭呢？摩根大通定量团队给出了解密式的情境推演，如果海峡多关闭1个月，在第3季度，因为全球在岸库存的加速消耗，每个月将会把布兰特均价推高大约5美元，而到了第4季度，库存消耗将会进入更为敏感的极限区间，到时候每多关闭1个月，油价甚至会面临单月暴增15美元的失控风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就是当前原油市场在财报季前夕最真实也最难以被忽视的双向底牌。对于这场由现货溢价雪崩与 OPC 加产能回流交织出来的能源大变局，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原油投资已经正式跨越了地缘恐慌情绪热炒的初级阶段，大步迈入到了实体供需与技术替代验证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以来被媒体上关于地缘政治冲突的耸动标题晃瞎了双眼，给予了原油资产过高的恐慌溢价，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每桶100美元的高油价本身就已经成了低碳替代与产能爆发的最强催化剂。当即期布兰特溢价从36美元暴跌至2美元，这本身就代表了跨国长线资金最真实的去拥挤化与防御考量。华瑞认为，在美债10年期殖利率再次逼近 5% 的警戒红线，全球高利率环境持续拉锯的2026年，单纯依靠地缘故事维持的高估值资产会面临极其惨烈的去杠杆考量。而随着美国、巴西等非 OPEC 加产能的物理挤压，以及 OPEC 加主动宣布10月开始逐步退出减产，原油供需的天平已经在结构性的向着供大于求的长期趋势倾斜。这将会推动全球最敏锐的避险资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持续将资金从那些缺乏技术壁垒且面临恶性竞争的传统开采商中抽离，重新分配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受惠于能源成本下降的高阶材料、精密制造与电网重构龙头中。这才是应对宏观高利率和通膨的最优防御策略。当然，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转型期可能面临的双向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在6月谈判中的意外破局。地缘政治谈判具有极高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如果双方在核心细节上未能达成共识，导致海峡无限期维持关闭，那么随着第4季度全球原油库存的枯竭，油价随时会面临单月暴增15美元的报复性大反弹，进而对多头资产构成直接冲击。第二个风险是全球主要产油国在减产执行率上的诚信崩塌。如果部分成员国在10月正式退出减产前，因为财政压力而提前在二级市场偷偷放水，这项超预期供应将会提前打破目前100美元的均价防线，对全球油服和资源板块的估值修复构成暴击。摩根大通这份最新的原油市场周报为我们梳理了最真实的能源底牌，这并非一场无序的踩踏，而是一场由地缘解封预期、非 OPEC 加产量挤压以及 OPEC 加产能回流共同主导的结构性变革。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在这场原油大重组中看清底牌，做好不对称的防守，大家绝不能只看布兰特期货每天的名义涨跌。接下来几个月，大家密切盯紧即期布兰特原油相较于近月期货的实际溢价，看看它是否在低位企稳，这能最直接检验市场对6月海峡重开预期的消化成色。同时也要死盯10月前 OPEC 加主要成员国的实际排产与出口流量变动，把这两项硬派指标看懂了，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找到最稳当的跨资产避险与防御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